这个女人去超市采购，碰到了一个帅气的男人，两人交谈甚欢，气氛十分暧昧。女人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时男人却突然说 I'm married. I don't do this. 渣男的味道出来了，女人有些失落，但还是对他说 You can give me your card. It's legit. 随后两人挥手告别。然而没过多久，男人再次偶遇正在教授瑜伽课的女人，两人四目相对，彼此对这次偶遇心照不宣。 So we're friends. Yeah. 从此之后，两人便以朋友的身份自居。但是两个彼此都有好感的人之间，真的有纯友谊吗？当然没有。面对女人性感美丽的身体，男人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很快，两人就经不住诱惑，跨越了友情的界限，滚起了床单。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凭借女人敏锐的第六感，男人的妻子发现了一点端倪。 You smell weird. You smell weird? Yeah, different. 但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他也不敢确定。直到有一天，两人在逛超市时，男人终于按捺不住，亲口跟妻子说出了自己出轨的事实。 I slept with someone. 他本以为妻子会大吵大闹，把他赶出去，这样他就能和另外的女人随时随地的在一起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妻子非但没有吵闹，甚至还极其冷静地说，希望两人可以找到方法来解决问题。人们总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个妻子曾经也是一个美丽风趣的女人，有无数的追求者和爱慕者。她和男人年少相识，早早的结了婚，在外人看来，他们就是模范夫妻的代表。但实际上，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已经活生生地把那个原本年轻漂亮的她熬成了一个刻薄、憔悴又处处充满猜疑的女人。她甚至将丈夫出轨的原因归结在自己身上，觉得是自己不够有魅力才会导致丈夫出轨。于是，为了挽救婚姻，她穿着性感地来到了丈夫的办公室。但她不知道的是，此时还有一个女人正躲在丈夫的办公室里。就在她来的前一秒，丈夫还在和那个女人纠缠在一起。最终被伤透心的妻子和男人提出了离婚，而柜子里的女人也终于看透了他的渣男本质，和他分了手。好的爱情让人变成傻子，坏的爱情让人变成疯子，最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孩子。但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越来越糟糕，那就请你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他是不是没那么喜欢你。 The guy doesn't call you. He doesn't want to call you. Really? Yeah. Always. Yeah, always. 女孩很吃惊，因为从小到大，她接触到的是另一番理论。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把她推倒在地，还嘲讽她长得丑。她很难过，向妈妈哭诉，但妈妈却安慰她说 And said those things? It's because he likes you. 刚才还哭得一塌糊涂的小女孩，心情瞬间明朗了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洗脑暗示下，女孩渐渐相信，如果一个男人对自己做了特别混蛋的事情，就表示他喜欢上自己了。所以女孩长大后，别人随便一句客套的很高兴认识你，女孩就会当真，觉得那个男生对自己有好感。甚至别人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回头联系，女孩就真的会一直守在电话旁边等对方打过来。但往往真实情况是，对方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为此女孩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闺蜜倾诉，但闺蜜却安慰她说，别担心，他肯定会打给你的。于是女孩继续在电话旁等着。大概所有的女孩子都曾幻想过自己是和其他女孩不同的例外，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普遍情况。庆幸的是，女孩在酒吧里遇到了她的爱情导师，就是这个帅气的酒吧老板。他以男人的视角，直截了当地对女孩说明了男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The guy doesn't call you. He doesn't want to call you. 从此之后，每当女孩有什么爱情上的困惑，都第一时间联系他，让他给自己出谋划策。而男人每一次也都认真倾听她的问题，并细心给出解答。即使是在和别的女孩亲热的时候，他也会接女孩电话，并给她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在这样频繁联系和咨询的过程中，女孩渐渐觉得男人喜欢上了自己，不然也不会每次都不厌其烦地接自己的电话。于是，在男人举行的派对上，女孩自作多情地当起女主人的角色，帮男人招待客人。但此时，男人却在和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打游戏，打得正嗨。等到所有人走后，女孩再也把持不住，直接扑到了男人的身上。结果，男人拒绝了她，并对她说， Why do they do this? Why do they build up this stuff in their minds
Take each little thing a guy does and then twist it into something else. It's insane. 女孩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她也终于正视了自己。I may dissect each little thing and put myself out there too much, but at least that means I still care. I may do a lot of stupid shit, but I know I'm a lot closer to finding someone than you are. 女孩终于明白，遇到喜欢的人，就算是自作多情也没关系，有勇气说出喜欢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即使她还会因为男人不回电话而伤心，或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但她也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是你的例外。这部电影号称广大女性的爱情指南，甚至有人在下面评论：编剧真了解女人。电影讲述了在恋爱里大部分人都会遇到的情况，有深陷网恋的女孩，有喜欢自作多情的女孩，有被渣男劈腿的女孩，还有这个想结婚的女孩。她与男友同居了7年，却总是等不来求婚。每当她和男友提起结婚这件事，她总是对他说 People who get married are not to be trusted. You know why? Because if you were so legitimately happy, honestly, you wouldn't feel the need to make a big show out of it.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to broadcast it. They do it because they're insecure. 可就算男友这样说，身为女人，她还是期待着一场属于自己的完美婚礼。但因为深爱男友，所以她还是选择了隐忍与妥协。她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是男友的例外，男友不愿意跟自己结婚，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而是因为他真的不相信婚姻。直到有一天，闺蜜对她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例外，我们不是例外，我们只是普遍情况。”女孩恍然大悟，于是她回到家，对男友下了最后通牒。面对男友的沉默，她伤透了心，终于狠下心来和男友分了手。得知女孩分手后，朋友们纷纷安慰她。女孩假装不在意，但看着身边的朋友们一个个都结婚了，只有自己成了被剩下的那一个，她的心里还是很难受。特别是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更是让她如坐针毡，仿佛自己才是那个犯错的人。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女孩的父亲病倒后，女孩回家照顾父亲，结果却在家里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妹夫们是如何的不像话。岳父生病在家，而他们却像客人一样，不帮忙做家务也就算了，还想要分掉他爸爸的财产。就在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抬头看到前男友正在默默地收拾满目狼藉的厨房，女孩瞬间被感动，紧紧地抱住了他。从此之后，女孩想通了，她不再强求男友和自己结婚，对她来说，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就够了。即使他们不结婚，男友做的也比那些真正的丈夫好多了。于是两人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就在我们以为这段不结婚的爱情会以女孩的妥协而告终的时候，女孩却无意间从男友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枚戒指。是的，她爱他，所以她愿意接受没有婚姻的爱情，而他也比想象之中更爱她，所以他也愿意克服自己的不婚主义，向她求婚。愿每个女孩的故事都有一个这样美好的结局，如果没有，也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总有一个人会爱你如初。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独立鱼，记得点赞关注，陪你看电影。